今日下午，一名女子在公园遭到咬伤，目击者称袭击者行为残忍疯狂，疑似吸食精神药物所致。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，案情正在调查中。我看到街上有好多士兵，而且到处都是消毒水的味道。我们还接到通知说要尽量避开人群，不要去引起任何骚乱。那就应该按他们说的去做。你跟麦克商量一下，暂时先把婚礼延后。我相信过2天他们就能把情况控制住。一种新型传染病正在扩散，目前已超过200人被确诊。患者会失去理智，具有攻击性，并散发出类似柚子花的香气，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。遭到咬伤和抓伤，请务必及时就医。喂，在线。现在所有航班都延误了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起飞。你那边怎么样？麦克一早就出门了，他说要去买吃的，可现在都没回来，怎么办？听说医院已经被封锁隔离了。听我说，你哪儿也别去，把门窗锁好，我会争取尽快回来，然后接上你和麦克，好吗？在过去的72小时内，暴力和谋杀行为剧增。专家预测，市政府将在接下来48小时内宣布戒严。在此，我们慎重建议，如果非必要留在室内，可以考虑撤离。你在哪里？黛西，我真的对不起，我只是感觉离你很远。附近的动物已经灭光了，今天晚上会晚点回来。不过还有点蘑菇，你可以试一试。对，我记得你以前就最讨厌吃蘑菇了，黛西。愿你安息。该死，应该还没走远。小子，竟然敢跟踪我！说，你们还有多少人？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是个女孩。放开他，别逼我开枪。冷静点，我没伤害她。你是伯尼？等等，是我，格伦。还有其他人吗？没有，就我一个。这是个误会，他偷我东西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一起的。若依，我捡的，而且你这不是我们的东西。多谢。格伦，
没事，若依。她是我朋友，很早以前就认识了。伯尼，她是我妹妹，还不懂事儿。让我看看你的伤。是枪伤，得把子弹取出来。是掠夺者干的，他们毁了营地。这儿不安全，先离开这儿再说。带路，慢点哥。哥，你看，这儿有好多小房子。这里以前是个度假村，但生意冷清。我接盘这里之后，附近都被我打扫干净了。这么说，你是活尸猎人，帮人清理营地周边来换取物资。糊口而已，现在单干了。活尸太多，食物太少。来吧，客人们，顶级豪华套房。可屋里还有一个怪物，你们没听到吗？这是我住的地方，很安全。还有，它也不是怪物。黛西，格伦他们来了。她真的是你妹妹。天哪！我们得把子弹取出来。给我把灯拿过来点。挨住这儿。伤口已经给你缝好了，暂时还在发烧。我们能给他吃点退烧药吗？今天我在河边翻你的包时拿走了它们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收集那些小药片对他没用，他得打抗生素。也许我们可以去药店找找。注射器是不在药店出售的。放心吧，若依，我没事的。去把那条鱼弄熟吧，我们都饿了。你们最好去安全区看看，那里有医生。虽然人有点多，但是可以去试一试。不能去，厄尔皮斯已经沦陷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大概是3个月前，大家伤亡惨重，我和若依侥幸逃了出来。那你们之后打算怎么办？我们打算去找普罗米修斯小队，他们之前是负责搜救的。安全区沦陷后，剩下的队员重建了一个分部，距离这边大约200多公里。这边山下有个联络点，他们答应了会派人来接应。就在明天，罗尼，和我们一块走吧。200公里，太远了。你说好了。厄尔皮斯的活尸群正朝这边过来，你一个人应付不了的。已经入冬了，食物是个大问题。冬天活尸的速度会变慢。至于食物，我会想办法的。那掠夺者呢？他们会沿途搜刮一切能吃的东西。
包括是谁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几只松鼠而已，已经跑了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是掠夺者呢。今天在河边看到他们燃烧的火堆，还有那些……好吧，我以后再也不单独行动了，我保证。好了，我来照顾何伦，你快去睡吧。以我现在的状况，路上恐怕很难确保若依的安全。何伦，我不可能丢下黛西。可是以他这样的状况，无论哪个安全区，都不可能接受他这样的路。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黛西，是他和小麦来送结婚请柬。她穿着一条鹅黄色的裙子，正午的阳光洒在她的肩上，我甚至能闻到蛋糕和鲜花的香气，感觉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。你比我幸运。让他安静离开这个世界吧，或许是更好的选择。黛西不是一个选项，就像你和若依一样。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会放弃我们。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分拨，我可以叫进你的队员，留一些干粮给你。拜托了吧你。好吧，明天一早我送你们过去。不知道下次再见面什么时候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我就不进去了，干粮你们留着路上吃。这附近还有很多蘑菇。谢谢你，波尼，好兄弟。嘿，要是没谈拢，可千万别硬撑，我们回去再想办法。放心吧，没事。还有若依呢。拿着，还记得怎么用吗？永远瞄准头部。糟了！戴维，我和若依没迟到吧？威廉呢？怎么只有你在这儿啊？不可能！这根本不可能！哥，这儿好像不太对劲。你没事吧，戴维？别动！你能闻到柚子花香了吗？什么？这里并没有什么香味啊，戴维，你是怎么了？他们杀了威廉！若依，快去找莫妮来帮忙！不能离开你。快去！威廉可能出事了，我得安抚下戴维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打穿了我的肺！
格伦，你意识清楚吗？戴维呢？我来迟了，他已经被若依击毙了。这简直太突然了。我还在外面发现了另外一个队员的尸体。哥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不，别碰！哥，若依，他已经被感染了。不，这不可能。戴维受的是枪伤，怎么可能变成怪物呢？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格伦，你一直都太轻信别人了。他们之前就被袭击了，事情肯定另有隐情。这一切都是圈套，你一开始就不该相信他们。不是的，伯尼，听我说，我们必须尽快赶到普罗米修斯去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若依是你的家人，对你而言还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？该死，我找不到地图。够了！你为什么执意要去普罗米修斯？不，你不明白，伯尼，正是因为若依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什么意思？在厄尔皮斯的时候，若依注射了疫苗。这不可能，自然安全区有疫苗，怎么还会突然沦陷？这种疫苗刚研制出来，虽然经过实验是有效的，但产量太低，只优先给一部分队员和几个未成年人注射过。那若依是？没错，他就是其中一个。现在只有去普罗米修斯，才能保证他的安全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提出抗病学计划。救更多的人，包括黛西。简直疯了！你之前丁点都没告诉过我。我不想一开始就给你过高的期望，可现在我无能为力了。只有你，伯尼，现在只有你能送若依去普罗米修斯。拜托了，伯尼。哥，我不会丢下你走的。不，若依，这里就是我的终点。我不想失去自己的意识，让那些魔鬼来夺走我的记忆和身体。200公里，最快2天就能到。从感染到边境，我们还有些时间。哥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的。格伦，你不能放弃战斗，你才是若依的希望。好吧，也许我该试着战斗一下。谢谢你，伯尼。哥，哥，打死你个！哥，放开我！走！是掠夺者，一定是枪声把他们引来的。还有多少子弹？还剩1颗。等他们换弹的空隙，就冲出去。不行，我们不能把格伦留在这儿。别只顾自己悲伤，格伦不会想看你白白送命。走！他已经不能再伤害你了。可是他们杀了格伦。格伦的最后一颗子弹是留给你保命的，而不是复仇。前面路断了，我们得绕过去。可是我们连普罗米修斯的具体地址都没有。走这边，这边过去会是个小镇。我有个朋友住在那里，他会知道这个消息的。我们还需要食物、弹药，还有他的车。若依，
不想去。好吧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。我是觉得你没有必要继续陪我去普罗米修斯，可能一切都毫无意义。也许我们体内早就有那些恶魔了。现在所有暂时活着的人，最终都会变成怪物，没有人能死得干净。也许我们现在就是行尸走肉，只不过还能说话。就像戴维一样，戴维突然变异的原因我们还没搞清楚。在确认普罗米修斯小队值得信任之前，我不会把你交给他们。这是我自愿的。我知道你失去了格伦很难受，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。我答应过格伦，要保护你的安全。但我不是你妹妹，你也永远都不是我哥哥。嘿，我不仅是为了戴斯才这么做的，我也失去过亲人，我明白那种痛苦。不，你还是渴望能救黛西，而今天被咬死的人应该是我。你以为我不曾经一次想过，让我来代替黛西，让她活下去？可是世界上没有另一种可能，只有活着的人能背负这种痛苦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么珍贵的疫苗会给我注射吗？我的父母也是普罗米修斯的队员，他们在外出救援时牺牲了，就在疫苗刚实验成功的时候。因为他们申请把机会留给我和格伦，但最终只有我通过了体检。可为什么我的父母就不能软弱一点，像别人一样躲在安全区里种地呢？每次当我被保护的时候，我就会失去我最在乎的人。我不想你也抱着这样一个无谓的希望，最后也离我而去。好吧，在你确定要去找小队之前，我们先去小镇吃顿好的如何？我请客。这野外蚊子真多，而且昨晚睡的树杈真是我睡过第3糟糕的床。那第1和第2是哪？我不太想回忆。好吧，第2是河边的一个排污管道，听起来很臭。是超级臭好吗？我感觉这个鼻腔像是被腐蚀了一样。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？算是吧，可能对别人来说没什么。在灾变之前，我经历过一次重病，做手术时被输了将近身体1半的血，在病床上一直躺了好几个月，那才是我睡过最早的床。哎，那边有动静。洛伊，我的天哪，那是炸弹！疯子巴克布置的陷阱，防活尸用的。我们来对地方了，走吧，路上小心点。他就是你要找的熟人。巴克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，他没有亲人，也没有朋友，所以他房子周围有很多陷阱、机关。我的天哪！我突然觉得来这儿不是个明智的选择。直到我们被炸飞。巴克欠我一个人情，希望他能看在那个份上帮我们一回。就是这儿了。巴克，巴克，
有人在家吗？这边还有人过来了！用匕首踢他膝盖！像个废物，弄出那么大的动静，不想死就跟我走。没事。刚刚真是太惊险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我叫若依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摩尼！巴克，等等，给我转过去。巴克，你冷静点，你们来这干嘛？我们没有恶意。放屁！被咬了没有？没有，注意等等。真是个疯子！我疯！你们把我的陷阱全弄坏了，引了那么多活尸过来，我疯？我疯吗？巴克，长话短说，我要借你的车用一下。借车？好笑！你凭什么会觉得我会把车借给你？你还要什么？全拿走，把我这全拿走啊！可你还欠伯尼一个人情呢。若依，我欠他，我刚救你们的时候就已经还清了。巴克，我真的需要你。我不想跟你多说，我狗不在了。天黑之前你们不帮我找到，你们什么都别想得到。行，帮你找到狗，钥匙给我。这是旋风的项圈，这儿有杂乱的脚印，大家小心。果然在那儿。枪声太大了，不用弓箭来。他们这是在干嘛？好恶心！这不太对劲，我是从不这么干。不能让他们聚在一起，得把他们引开。不，你们这些丑八怪，来呀！若依，我得去搬巴克，在后面绕过去，到楼上去找狗，等我们来接你。要我一个人上去啊？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，拿好匕首，能做到吗？去吧。旋风，有人吗？救命啊！是谁？救救我！我没有武器。真的？若依，哎呀，别跑！糟了！不能出去，外面有怪物，别出去。
没事吧？还是那么厉害。哎，嘿嘿嘿。走吧，金若一。疯了呀！你射哪呀？上面有一个。真的吗？我咋没看见？可能是我眼花了。若一，我没事儿，下来吧，没事的。我的同伴已经都把怪物解决掉了。我们在下面发现了吃的，全都装在包里了。怎么是人呢？在这里，你的狗啊？那我狗呢？狗跑了。跑了？雪峰，巴克，啥？再找下去，大家都会有危险。可是我狗还没找着啊！快跑！有怪物！什么样的怪物？不知道，就是一个速度很快的。巴克，哎，旋风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走。谢谢你了，婚礼，今天算我欠你的。还有温的，是他救了你的狗，还提供了今天的晚餐。不错啊，小子。以后有问题来找我巴克，算我的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刚好碰到了而已。那，温德尔，你还有别的同伴吗？那若一，你是怎么认识我的？我们在安全区就认识了，我们帮大人一起干农活，他对所有人都很友善的。那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？我从鄂尔皮斯逃出来以后，他们就收留了我，给我吃的，我就一直跟着他们。但今天去城里搜集物资的时候，他们让我进楼去搜，活尸突然来了，他们抵不住，就先走了。我一直待在楼里。他们也是鄂尔皮斯的幸存者。他们很坏。要不，明天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别急，若一，让他今晚好好想想。毕竟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普罗米修斯在哪。也许他留在这儿，比跟着我们更安全。好了，小孩子吃完就赶紧去睡觉吧。等会儿伯尼，我带你去看点好东西。若一，把你的枪借我一下。早点休息吧。这是我仓库，这些箱子别看多，都空了。哎，这是你要的子弹，有几个南安手枪的。多谢了，巴克。哎，客气。这些钱够不够？凑合吧。你看你还需要啥？挑一个随便搭配去。你这儿有没有睡袋？我想给若一弄个舒服点的床。你当我这是百货大楼啊？而且若一睡在里面，你不觉得怪物会把它当宵夜吗？但是像若一这么大的时候，
每天都睡在温暖的床上，吃着妈妈做的饭，而若依本该过着这样的生活。对不起，兄弟。还有这好东西，最好。那有个帐篷，你要就拿走吧。谢了，巴克。若依会喜欢的。关于普罗米修斯建分墓的事情，你知道些什么吗？这个不清楚。前阵子 A 城的人过来做生意，虽然不知道安不安全，可以去打听一下那儿。不过，带着2个小崽子也够呛的呀。我答应过他哥，无论如何都得把若依送到安全的地方。我的车藏在路边树林，但油不多了，我们去加油站弄点儿。希望你尽早找到普罗米修斯。可是我隐约有种直觉，不仅是掠夺者，似乎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正在发生，而我们却毫无头绪。别多想了，有一天是一天。以前的女孩都这样吗？要在脸上涂这么多颜色？这叫化妆。你又偷拿了巴克的杂志。我就是随便抓了2本而已，待会儿就给他放回去。怎么样，有趣吗？相比起那些文字的书，我更喜欢看这些有图片的。你不认识字？我上过学的，在安全区，白天小孩们都会被托管在一个餐厅里面，虽然能读到的不多，而且大多数都挺无聊的。那你多读过些什么？例如工具使用说明书，还有食物和药品上的标签。不过我不太喜欢读寻人启事。在安全区唯一能看到的图片就是纪念板上的那些照片。来，收好。谢谢。这本好像是手账。良好的照片。这是明信片，应该是他原来的主人旅行时收集的。真的有这么美的地方吗？真希望有机会能去看一看。好像写的不是说明书。这是一首诗。那你能给我念念吗？请别站在我的墓前为我哭泣，我不在那里，我不曾睡去。我是万千呼啸的风，飞过白雪皑皑的诺森德。我是柔和细腻的雨，洒落西部金色稻田。我是清幽安静的城，弥漫在绿色茂盛的荆棘谷。你把这张藏起来吧，其他的收好还回去。真的吗？我会替你保密的。温德尔，你醒了吗？若依，你干什么？我脚怎么了？没事。你昨天被感染了？不是的，这是被狗咬的，它当时被吓坏了。我只不过是想帮它。假如我真的被感染的话，那今早起来肯定已经变异了呀。可是你昨晚一直在瞒着我们。求你了，若依，不要告诉大人们，他们不会相信我的。那好吧。不过我们得处理一下你的伤口。我真的没事儿。不行，
趁他们不在，我们自己去巴克的仓库找找吧，那儿应该有药。我们得先把它包扎一下。走。好了，虽然有点丑，但你不介意吧？若曦，你不必再管我了，我已经决定离开这里了。什么？你意思你要一个人？我还以为你会和我们一起去普罗米修斯呢。其实连厄尔皮斯都沦陷了，他们真的能保护好我吗？而且，说不定他们会杀了我，就像那些阅读者一样。可是你可以相信伯尼，还有巴克和我呀。每个人要走的路是不同的。再见了，再见。哟，温德尔，你还活着呀？我们一直都在找你呢。这些都给你们，你们放我走吧。才这么点吃的，大家为了找你，可能快饿死了。不，你们别杀我！可以啊，温德尔，还给我们带个小妞来，真是够意思的。你们别动他！把枪放下吧，你的枪可没我的快。也许我们可以做笔交易。说吧，你们需要什么？这里是疯子巴克的地盘，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仓库在哪儿吧？你们带我们去找仓库，我们拿了东西就走，公平合理。好，我带你们去。有陷阱！这是对付活尸用的。少耍花样，你们立马杀了你的小男朋友！不信你们自己去看。去看一眼。好的。老大，啥也没有啊！温德尔，出来了，老疯子！你他妈敢暗算我是吧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他？干什么呀，小崽子，在我地盘撒野啊！是你，这个背弓箭的家伙，还带着个小姑娘，前天伤了我们2个弟兄，我也抵抗。愣着干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是林子里那个，速度好快。巴克，快走！罗伊，小心！拿走我的东西，照顾好我的旋风。温德尔！注意！可可。
你还好吗？浑身都很湿。波米，你闻闻我身上有没有柚子花香？如果死后变成一个香喷喷的怪物，好像也挺不错的。或许这个疫苗并不是真的有效。波米，要不你也进来吧，外面好冷。那这个帐篷在你的糟糕排行榜上排第几啊？我想想，暂且排在医院病床后一名吧，两者不相上下。而且我觉得，就像是掉进了沼泽里。那是你没有体验过躺在真正的屎上。你睡过？当时和格伦一起翻墙逃学，摔到了隔壁果园老头的粪池里。哦不，那不是我认识的格伦。那个时候太小了，在家的时候，他根本不和我玩。那你是想给他扎头发，还是涂指甲油？不记得了。妈妈说，我特别喜欢抢他的小汽车和玩具枪，直到他有了一台游戏机。你和黛西也这样吗？对不起，突然跟你提起这些。波米，我觉得你应该把我留在这儿，我可能撑不过今晚。我太想格伦了，还有爸爸妈妈。其实，黛西和我差不多大。他从小就是我最好的玩伴。我曾想过，等有一天父母老了，最终离开的时候，我还有黛西和我一起分享关于父母、关于童年的事。如果你也走了，就再也没有人和我一起记得格伦了。你睡吧，我去守夜。波米，明早你能把我叫醒吗？我的闹钟之前落在家里了。你安心睡吧。尤里，你这样做风险太大了。可那个女孩的血液很特别，诺瓦队长，我相信这值得我们冒险一试。好吧，但留给我们的时间恐怕不多了。你什么时候出发？明天一早吧，希望一切顺利。我会安排队员护送你前往圣彼得。摩尼，这是狗绳。醒了，手上的伤怎么样？已经不疼了。哎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沿158号公路到 A 城去。巴克说过，那里的营地好像还有医生。哎呀，我没事的，伯尼，你看，他已经完全好了。可是，温德尔当时已经……他确实是被感染了。不过，
这也恰好说明了我注射的疫苗是有效的呀。好吧，吃早餐吗？车上有特供的狗粮。哎，伯尼，你知道一个叫圣彼得的地方吗？听起来有点耳熟，好像一个合作方提到过，但那儿不是城镇，是个研究所。怎么了？我注射疫苗前，医生说排异反应会让我难受，所以给我服用了安定类的药。不过我好像记得当时隐约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提到阿瑞斯小队将前往圣彼得研究所。阿瑞斯？他们和普罗米修斯都隶属于厄尔皮斯安全区，而阿瑞斯主要负责安全和清理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可能参与了疫苗研发的事？所以我打算暂时不去找普罗米修斯了。事情不会和你想象中这样简单，去找阿瑞斯风险太大了。哎，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被咬过，我想格伦只是确保把我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。但是现在既然证明了我注射的疫苗是有效的，那我真的希望能去做点什么。疫苗不是最重要的。我其实从来没有责怪过格伦，我只是一直不愿意承认，我那时候没能保护好他心。但是我这次真的很想去试一试，拜托了，伯尼。那好吧，我们会去把事情查清楚。从这儿改道去圣彼得有点远，你先睡一会儿，到了我叫你。好。罗伊，我们有麻烦了。他们是阿瑞斯的队员。是阿瑞斯的人吧？下车！我们没有恶意。旋风，你干什么？醒了吗？欢迎来到圣彼得研究所，我是尤里西斯。你就是阿瑞斯的负责人。准确的来说，我只是负责这里的科研项目而已。若依呢？就是和我一起来的那个女孩。她没事，她在病房。我很好奇，你们是如何到这里来的？多谢。说真的很不容易，是若依坚持要来的，她希望能帮你们一起开发病毒血清。所以你们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那个疫苗？我还想知道事实的真相。既然疫苗是有效的，那为什么厄尔皮斯会突然沦陷？真相可能会让你大失所望。什么意思？你跟我来。在厄尔皮斯时，我们花费了数年时间研究疫苗，可进展却微乎其微。于是我们更换了思路，那就是研发阻隔剂。阻隔剂？等等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们给若依注射的不是疫苗？是的，阻隔剂的原理是阻止病毒在体内增殖，将它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细胞内。现在有30%的成功率，虽然这多少让人有些欣慰，然而这并非一劳永逸的事情。和普通的病毒不一样的是，它并不会随着细胞的自然更新而消亡，它反而会强化它们。强化，在药物成功阻隔第一次感染后，身体并不会产生变异。然而，它受到攻击或者第二次感染后，它则会比同类更具有攻击性。
格伦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们只是把他带了过来。在厄尔皮斯，他和若伊注射过一样的阻隔剂，然而若伊体内的阻隔能力有90%，而格伦只有不到5%。难以置信，他竟然在攻击其他护士。没错，以前患者只会感染无病人员，但并不会破坏病原体。正因如此，大部分的感染者都具有行动能力，致使疫病快速蔓延。你该阻止他们自相残杀，他们是你研究所里的病人，哪怕食物短缺，也不应该让他们这样。你看到的仅仅只是表象，他这样做不单单只是为了获取身体的能量，通过不断的吞噬同类，他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强，身体构造也发生了变化。同时，他居然具有了思考能力，这也是我们最近才发现的。这么说，格伦还有自己的意识？很不幸，所有的人体都只是容器而已。物种的进化需要漫长的过程，即使人为的干预，也需要数代的培养。然而，活尸病原体却完全破坏了这个法则，更像是拆解了零件，拼装在了新的机器上一样。甚至，他们已经不必再感染剩余的幸存者，只需要不断的吞噬进化，就会成为凌驾于所有物种上的全新物种。不，这简直不可思议，对吧？我们自以为找到了盒子里的希望，没想到厄运却接踵而来。你很强，我看得出来。你应该考虑加入我们，来消灭那些感染者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？不，路易他只是初次感染，但他携带了病原体，也属于感染源。若伊不会伤害别人，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会九死一生来到这里。让他永远的安眠，是感染者最好的归宿。不，告诉我他在哪儿！我理解你，我也和你同样难过。我认识若伊的父母，他们都是厄尔皮斯的英雄。我答应过他们，照顾好兄妹俩。那为什么还会让这样的事发生？我们别无选择。为了阻止事情向最糟糕的方向发展，我们只有拼尽全力。不要伤害若伊，我们可以把她单独保护起来。拜托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他会没有痛苦的死去。之后，我会对这里进行清理，消灭所有的感染者。我希望你和我们一起撤离。你做梦。把他带下去。起来，快走！给我老实点！走哪边？往前走！我说继续走！说，若伊在哪儿？在实验室里。这是新科学用的。好，这个够不够？住手！你在做什么？这是新研发的。这儿去。
新的血液样本，抽查完毕，可以成立。不错哎。需要去抓？不用。2分钟内打开监狱大门，封锁所有出口，带上武器，我们走。内部所有房间门开启，确认。启动内部消毒程序，确认。若依，醒醒！拜托，若依，醒醒！不是为了希望客人。格伦，若依，他是格伦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他已经不是你哥哥了，我得快走。阿瑞斯已经撤离了，他们没办法用你的血统弥补血型。走。得先去系统控制中心，想办法把消毒程序暂停。史格伦，他还活着。该死！真不知道艾瑞斯对他做了什么。可我们只有2发子弹了。普通的子弹对他没有效果，我们得找别的武器。真他妈干净！温妮，快走！您的权限无法取消该程序。该死！你手怎么了？刚才在仓库那边擦到了。把手给我。听着，我要你到监控室去。一会儿我把他引去监狱，你用权限把门关上，然后去弱电井，那里是整理研究所的电路系统，只有那里是安全的。那你呢？我一个人没问题的。内部消毒倒计时5分钟。嘿，格伦。监狱远程关闭操作已被禁止，消毒程序倒计时3分钟。你可没诱惑我！若依，哥。
3、2、1，启动。内部消毒完毕，外出通道已开启。怎么样，姑娘？若依，你走吧，离开研究所，去找一个家，去看高山，去看大海。那你呢？你不跟我一起走吗？我扶你起来。若依，听我说，有很多人都爱着你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要抗争，要抗争到底，明白吗？我不要自己走，你走，我带你出去。走不了，那你走。若依，走。伯尼，你别这样，伯尼。若依，我们来玩捉迷藏吧。你出去，一直直走，记得躲好了。别让阿瑞斯发现。可是你呢，伯尼？还记得那首诗吗？一直读，我会找到你的，我保证。记住，拿着枪，别停下。我要开始数数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。若依，我是普罗米修斯的队长修。哥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